我前两天看紀錄片，看到了竹升麵的製作過程，看他們蹦來蹦去的感覺可歡樂了，所以我也買了2根大竹竿呢，打算在家體驗一下。不過和這個麵呢，還需要點門檻，要沒個3-5年和水泥的底子，還真不太好幹呢。然後我們在家找了一圈，發現最適合架槓桿的地方就是這個口壓遺址，但是跳了都沒超過20下，我們就給人故居拆遷了。後來我開動了一下我聰明的小腦瓜，用最簡潔的辦法把槓桿的一端給固定了。現在這個設備唯一的弊端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也就是說壓面的人越歡樂，壓桿的人就越痛苦。所以老話說得好啊，哪有什麼歲月靜好，只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了。然後这麼壓太累了，我们其實還嘗試了一下豚生麵，但這麵團太硬了，試了幾下之後差點沒給後胸磨平了。我看紀錄片裡講，老師傅35分鐘就能壓10斤麵，但我們卻整整折騰了8個小時。接下來就可以用壓面機了。我其實懷疑過這玩意兒是不是從一開始就可以代替竹竿，但人太多我也沒敢生長。再一個刀頭好像也買錯了，這看着也不像竹升麵呢，就這寬窄，這怎麼看怎麼像珠江麵呢？後來我尋思珠江就珠江吧，4個人已經湊不出一條好腿能接着竹升了，然後就準備吊湯做雲吞了。這會兒我們已經累懵了，這一瓶水說乾就乾了。我最近買了好多這個景田純淨水，口感甘甜順滑，主要我特別喜歡它新一季的 slogan 熱愛前行，這種一直在前進的感覺特別燃，喝完感覺還能再幹3天3夜。而且它換了個新皮膚啊，希望這錦鯉能給這湯底帶點好運吧，因為這麵已經奔珠江去了，這雲吞吧我都不好意思說，學了1個多小時包成這熊樣，就我們包這玩意兒，吃雲吞的和吃餛飩的看了都沉默了。歷時了2天1.5夜，我們終於在二伏那天的最後10分鐘壓哨吃上一口熱乎麵條，然後在飯店還買了一份雲吞麵，感覺跟我們做的除了名一樣，剩哪兒都不一樣。但我堅持認為還是自己做的這份更好吃。不過其實挺好奇的，就是第一個人是怎麼想到這種制作方式的呢？但我估計他千想萬想，怎麼也想不到在幾千公里之外的東北，有4個大小伙子差點給他演變成了斷子絕孫麵。我上個月烤鴨烤的不是挺成功的嗎？於是這個月我飄了，我又花重金買了個烤乳豬的配方，尋思試試這玩意兒在家能不能烤明的。這配方第一頁赫然寫了4個大字叫皮不能破，但我選擇了選擇性實名，因為剔骨實在是太難了。後來我乾脆自己制定了一條標準，就是所有在我手裡處理過的豬，只要它身上的口子少於我手上的口子，那烤完之後我認定它就是一隻好豬。然後我們還改造了一下狗聚德的烤爐，想取一些整磚，但光靠錘子效率非常低，就只能找一些有稜角的地方磕水泥。我是萬萬沒想到啊，生活不光磨平了我的稜角，這回他還偷摸帶走了房東的牆角。完這豬煙差不多了，就可以穿串了。但是呢，現在是這樣的，我們希望給它烤成這樣。找了一圈，發現最適合這個尺寸呢是胖的胳膊，但是着急用也來不及給它卸了，就買了一卷石膏繃帶，只是拿它套個拱形模具出來。但是第一次也沒什麼經驗，一不小心給石膏纏死了，索性就直接把脖子也給它纏上了。那天直播好多人都問說小胖到底咋了，其實咋也沒咋地，就是氣氛到了，不纏上總覺得心裡空落落的。這豬還需要再風乾幾個小時，這回正好沒啥事兒，可以發福利。通過拼多多聯繫到了泰國原產地，準備了上萬斤的金枕榴蓮，1塊錢就有機會秒殺到5斤重的榴蓮，基本都是五房肉，香甜軟糯，而且味道香濃。鏈接放評論區了，只要鏈接在就是還沒搶空，你們抓緊去掏它。我還做2盒烤榴蓮，等會兒夾着烤乳豬一起吃。然後這豬風乾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開始烤了。我看好多視頻都是讓一直這麼舉着烤，問題這豬10來斤的也舉不動啊。主要前2天做竹升麵剛交代了下半身，今天眼瞅倆胳膊也得扔着，好家伙，這現在吃個飯怎麼這麼難呀？我們一共準備了2隻豬，原本是打算一隻烤光皮兒，一隻烤麻皮兒，結果最後2隻都烤成了糊皮兒，但這一點都不耽誤它好吃。來個小豬腿，再蘸上酸辣醬，我天哪，給我香的一愣一愣的呀！然後我看人吃烤乳豬，最後都得摔個盤子，但我也沒捨得。不過該有的儀式感還是得有的。我散布了一圈之後，決定把小胖的石膏錘了。敲完這一錘，我們的夏天就結束了，因為現在哈爾滨晚上已經不到10度了，這才8月份呢，太他媽不尊重夏天了。我最近對磨面粉這事兒特別感興趣，正好我弟最近發現一個好吃的蕎麥麵，所以我買了60斤蕎麥，打算做點粗糧。於是在一個風不調雨不順的日子裡，驢兒們又再一次拾起了那熟悉的磨盤。不過磨這玩意兒還挺上頭，跟個圓規似的，給地板都畫出來了。但是這個石碾子和石磨還不一樣，它轉多了迷糊。為了不吐到磨盤上，我們想了很多辦法，但是發現戴上眼罩更迷糊。就我懷疑驢其實也迷糊，但他就是吃了少掌握一門外語的虧，所以他有苦說不出。真的就這麼說吧，那天狗好信跟着一起磨了一袋，後來給狗都轉吐個嘚儿的了。
然後過一遍篩就可以得到蕎麥麵粉了。就很明顯能看到自己磨的粉並不白，不過比麵粉更珍貴的是這些蕎麥皮，就是為了多攒點蕎麥皮才買的60斤蕎麥。我打算縫出一個世界上最舒服的蕎麥皮枕，所以我又花了150塊錢買了個縫紉機，據說當年它的始發價格就是這些。然後我們用了5個小時才學會如何組裝呢，後來師傅實在熬不動了，說你們趕緊出師傅，結果我們當場未結了。距離我們研發出世界上第一款長在掌心上的枕頭就差了2公分。這一下给我們吓餓了，就搞了2袋阿寬的红油面皮儿，都是现成的，吃着也方便。但我一打開，發現它怎麼俏黑，有點臭呢。完我弟說這是新出的酸筍味兒，俏黑是因為它是蕎麥麵。不過這酸筍味兒還挺正，這酸臭酸臭的，純螺絲面皮了。還有燒烤味兒也不錯，而且免煮方便，5分鐘整一袋，比吃方便面爽。然後吃飽了，幹活有劲兒了。我發現我在這個領域其實有很大的天賦，大概用了10分鐘，我就可以熟練的把這個縫紉機踩冒煙了。這枕頭看着多板正，一點毛病沒有。重點是配色，我們選用的是当下最前沿的主流審美。它有一個很洋氣的名字 ，Two Hands Rose Style。然後又簡單和了和面，歷時20個小時，我們這餡了面終於壓上了。我現在已經不滿足於只吃一碗蕎麥面了，我必須得吃海鮮面，還得挑貴的吃，我都恨不得拉饑荒吃。這一宿過得太魔幻了，這驢和老嫂之間瘋狂切換呢。我原來最常做的夢就是踩空樓梯，這回可倒好，我連夢了3天踩縫紉機，完早上起来累得腿肚直轉筋。你說這他媽過的是什麼日子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
哇，43刀，我天！我最近换季老咳嗽，就想买点秋梨膏喝，但是外面卖的也不知道成分纯不纯，所以我索性买了450斤砀山酥梨，我打算自己在家熬点秋梨膏。但是梨这個東西吧，它屬於是寒性水果，我看到一個做法是把梨先雪皮炒熟，然後再放到一起燉，這樣就能去寒了。好家伙，這些梨雪皮插絲幹了10來個小時，都要給我們累麻了。我心說，要是這麼折騰完了還不能去寒的話，那我只能在燉的時候放上2斤羊肉了。然後煮梨肉的時候，我還放了點大棗、生薑、羅漢果。但是接下來有個很費人的事兒，就是要給這些煮熟的果肉濾汁兒。那擠汁兒的時候，我們老賣力了，擠出來的果渣比我拉都乾。後來給那手爪都擰成雞爪了，動2下就開始抽抽。一共擠出1桶半的汁兒，不知道最後熬完膏能不能剩下半桶。然後這玩意兒煮的時候，還得全程有人看着，要不然說不準哪下就偷摸自己撲鍋了。所以我們快速制定了一個值班表，並且把雙人床也安上了。我真是沒想到熬一個小小的秋梨膏又他媽在家打人精了。後來我發現這放張床真行，所以我打算用祝小幫重新把這屋裝修一下。裝修小白就用設計我家，選擇小区戶型就能生成3套不同風格的設計案例。720度看实景效果都是免費的，照着裝連設計費都省了。要是怕花錯錢，就用智能預算，輸入戶型面積就能獲得全面報價。人工材料費都標得明明白白，能避免很多坑。家裡裝修的都可以點左下角看看，就算對装修一窍不通也能輕鬆搞定。然後為了增強秋梨膏的止咳效果，我還放了點川貝母。這玩意兒我一共才買了3兩多，卻花了我將近4000元呢，這換算下來比我命都值錢。就現在這個秋梨膏的成本呢，那別說咳嗽了，我估計我咳血都不一定能捨得喝。所以最後熬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嚇死了，就生怕它糊了，稍微感覺有點不對勁兒，就立馬換鍋。整整熬了17個小時，1分鐘沒合眼，就一直在那不停的攪。那給水熬沒之前，差點先給我熬沒了。最後450斤梨，沒加任何水和糖，熬出了41斤秋梨膏，合來1斤成本就要150塊錢了。但這絕對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熬秋梨膏了，這玩意兒實在太費人了。就這麼說吧，第一天洗梨的時候，我看起來還人模狗樣的呢。等做完所有東西之後啊，我靠，我爸看見我都得叫我一聲大哥。